希望热线是一条自杀防治热线，电话是400-1619-995，400-1619救救我。每年大概有将近30万的人会实施自杀，平均每2分钟就会有1个人自杀，有8个人自杀未遂。目前我们全国有32个中心，18个接线室，一共接听了有13万4千多的电话。14年的时候，那个是正好春节过后，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，子大爷都是晚上10点到第2天的早晨8点，在那个一栋楼的地下2层，所以那个环境呢，有点让人很瘆得慌。走进接线室，就好像真的走进了案主的内心世界啊！当时去了之后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，大概在12点过了之后，电话就响了，对方就很低沉的声音，他说：“我好痛，我要自杀呀！”当时我就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到电话那头的那个人，就感觉好像跟你的生命是息息相连的，就感觉那边就是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亲人似的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在流血了。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在割腕？”他说：“我看到这个血已经流出来了。”我那个时候我就带着很哽咽的语句，像在哀求他的那种。我说：“你赶紧去包扎。”他说：“这次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救我了。”我当时说：“我说，如果你今天要是自杀了，有为我想过吗？”对方就突然之间，他的声音就停顿了，然后他说：“我们只是一个陌生的关系，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告就说：“如果你要是在今天你自杀了，我接下来我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我都无法去原谅自己。”然后后来他就说：“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今天不死了。”那我就跟他聊一些生活上的事件了，就想把他拉到生活的事件当中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女生是一个大学生，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那个男的又把她抛弃了，她的情绪就上来了嘛，就开始感觉到那种痛苦。因为一个自杀的人，当他想要真要离开的话，他满脑子就是死，你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。那我觉得这个个案基本上是拉回到第5集、第4集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很放心的，就是结束这个个案哈。到早上8点，然后当我从负2楼交接班完了之后，走出大堂的时候，我看到晴朗的那个天空哈，那一刻我就深吸了一口气，好像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回来的感觉。这个阳光照得真好，生命真的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，毕竟是一条生命。刚开始接线的时候，我还放一面小镜子在旁边，你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表情。虽然是隔着电话线，可是那些来电的人其实内心非常的敏感。你虽然是在讲一些很关心他的话，可是其实你自己是面无表情的，他感受得到的。发自你真心的那些东西才能拿回来。一般性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，就是抑郁症案主比较多。像现在这个春节前，就会有一些因为财务纠纷的案主打电话过来。6、7月的时候，你会接到很多的学生打电话过来，自杀的都会在大半夜里面打电话过来。希望24小时 standby 的一个热线，永不空班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接线员的一个准则。电话响3声呢，我们必须要接起，如果没有接起的话，他就会跳到另外一个接线室。有一天晚上在值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，她就跟我说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后来她还跟我说她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说我可以不说话，但是我们电话通话不要断。她说你是不是怕我现在就会寻死啊？她说这个你放心好了，我晚点会再打给你的。就约到8点钟，从挂电话的那一刻等到8点这一个阶段，大概有40几分钟的样子吧。我感觉是我人生中最漫长又过得最快乐的时刻。然后我就不停地翻林老师的那本书，我感觉我要把所有有用的句子都摆在我面前。等到8点的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打进来了，他跟我说我摆了20把手术刀。我一下子就懵掉了，我就说你知道我现在听到你这句话是什么感受吗？我说我觉得我特别的怕，说我不希望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话，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通话。他说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他说你们不要劝我，只是今天过来给你们告别。然后我特别心疼这个孩子，我就在想
我一定要尽我的努力来让他活下来。我就问他刀子啊什么，就是能不能丢出去。他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拒绝了我，肯定是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好，但我们就继续表达你对他的关心、关爱、心疼啊什么。虽然我们俩隔着电话线离得也很远，但是应该我们的这种连接还是很深的。他也应该感受到了我对他的这种担心，所以到最后他同意了把刀子丢出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很担心他会不会再捡回来。他说不会的，我肯定不会的。我知道在挂电话的那一刻他已经变得很好了，语气也欢快了很多。到10点钟嘛，他还担心我会不会赶不上地铁，所以他还提醒我要挂电话了。每个人在自杀之前其实都会去衡量一下自己手上的幸福有多少，痛苦有多少。他们打电话过来，其实他们潜意识也是想找最后一个活下去的理由，我们就是他最后那一根稻草，最后那一点拉力。